一个油腻的西装男正在过江的索道上搭讪美女，他手里拿着一罐可乐，凑在美女身边滔滔不绝地说些陈词滥调。旁边的大妈忍无可忍，一度骂他流氓，美女更是狠狠踩了西装男一脚，这一脚差点废了西装男的脚。他手里的可乐也从高空掉落，砸在了一辆小轿车的挡风玻璃上。开车的老包是工艺品厂保卫科科长，他正带着手下三宝偷开厂里的车练手，谁料天降横祸，给了两人一个大惊喜。老包和三宝马上下了车，指着头顶的缆车骂骂咧咧，身后的车子却因为没有拉手刹溜下了坡。老包和三宝急忙追赶，车子却还是砰的一声撞上了停在路旁的宝马。老包和三宝都傻了眼，宝马车主秦经理闻声赶来，他本就因为工艺品厂地皮一事闷闷不乐，眼下自己的爱驹还被撞，简直气不打一处来。说起工艺品厂，厂长老谢也是一个头两个大，厂子经营不善，濒临倒闭，不仅拖欠工人8个月的工资，连地皮都被抵押给了房地产商冯董。尽管情况窘迫，老谢还是凭着3寸不烂之舌安抚了工人，还热火朝天地改造起了厂里的公共厕所。冯董重新拟了份合同，派秦经理来说服老谢尽早把地皮过给自己，老谢却坚持还有20多天才到还款日期，说完不耐烦地赶走了秦经理。秦经理吃了闭门羹，索性将火气撒到了撞自己车的老包头上，不仅伸手推搡，嘴里也不干不净地骂着。一旁的三宝见状，二话不说先给了秦经理一顿老拳。这时一个交警骑着摩托赶来处理事故，本就理亏的老包主张私了，秦经理闻言开出了8000元的赔偿款，老包和三宝只凑出了3000，便将驾驶证抵押给了秦经理。这场事故倒霉的是老包，受益的却是交警。不久前，交警正在处理一辆违停的搬家小货车，殊不知这个伪装成搬家公司的小队其实是个盗窃团伙，车主道哥是这个团伙的头目。两个跟班小军和黑皮看起来都不太聪明，他们打着搬家公司的旗号，挑选屋主不在的房子为作案目标，堂而皇之的将家里的东西搬上车，就连宠物狗都不放过。交警对违停车辆例行检查，生怕事情败露的道哥努力周旋，黑皮则揣着一个锤子准备敲晕交警跑路。千钧一发之际，一声巨响吸引了交警的注意，交警嘱咐了道哥几句，便急急忙忙骑着小摩托赶往撞车现场。道哥几人逃过了牢狱之灾，交警也逃过了血光之灾。老包正为如何凑够赔偿款发愁，谢厂长带着一个好消息找到他。厂里返修公测时发现了一块上好的翡翠原石，据说比故宫里展出的那块成色还要好。谢厂长打算用为这块翡翠办一个展览会，借此机会让工艺品厂起死回生，到时候别说补上8个月的工资，预支8年的工资都不成问题。老包是厂里唯一上过警校的人，展览会的安保工作便落在了他头上。老包虽然觉得让学行真的自己去当看护有些大材小用，但看在8个月工资的份上，还是接下了这个差事。工艺品厂举办展览的事很快见了报，冯董却是1万个不满意，到手的地皮飞了，无异于从他碗里抢饭吃。一旁的秦经理陪着笑拿出老包的驾照，却被冯董随手扔进火里烧成了灰。冯董要求秦经理尽快解决这件事，秦经理马上飞往香港，用10万美金的高价请国际大盗麦克偷走那块翡翠。一旦宝石没了，展览会自然也就办不成。秦经理的算盘打得啪啪响，只是事情却远没有那么容易。厂里将展览会的地址定在了景区罗汉寺，老包对此十分不满。这里不仅人流量大，香堂的门都关不严实，他的安保工作委实有些难度。这时砸了挡风玻璃的罪魁祸首西装男一瘸一拐走进来，原来他就是谢厂长的儿子小谢。小谢将打着石膏的腿伸在老谢面前，谎称自己出了车祸，张口问老谢要5000块钱。老谢恨铁不成钢，抄起关公刀要教训逆子，众人赶忙将其拦下。拿了钱的小谢得意洋洋地在厕所和朋友打电话，炫耀自己和老爹斗智斗勇的经历。殊不知隔墙有耳，这些话一字不落地被事主老谢听了去，他火冒三丈，拿起一旁的拐杖追打起了儿子。一旁隔间里的老包看了出热闹，父子俩离开后，他慢悠悠地走了出来。这时小便池上的红外感应器引起了老包的注意，他灵光一闪将其拆了下来，一阵鼓捣后为自己的安保事业再添保障。与此同时，道哥3人正在地铁上自编自演一出可乐罐中奖的骗局，结果卖力表演了一上午，却是颗粒无收。黑皮更是抱怨不如直接去抢来的实在。道哥不甘心，带着2个小弟来到机场蹲点，一个戴着墨镜拎着手提箱的男人经过，道哥几人眼前一亮，认为此人衣着不凡，一定是条大鱼，于是便使出惯用伎俩，偷天换日拿走了男人的手提箱。男人正是秦经理雇来的大盗麦克，没成想大盗一下车就被当地同行上了一课，他的防范意识显然还需要再提高。小军正在破译手提箱的密码，道哥的女友打来电话，要他陪自己到香港购物。道哥表示男人应该以事业为重，眼下正是自己事业的上升期，没空搞儿女情长。另一边的黑皮受不了磨磨唧唧的小军，抡起锤子砸开了箱子。道哥看到箱子里的报纸和各种酷似007装备的高科技产品，感叹这是遇到技术流同行了，打量着报纸上价值连城的翡翠。道哥一行人也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于是乎毛贼和大盗都开始为盗宝做准备，老包也带着自己的保安队在寺庙附近做了严密布控，争取做到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翌日，毛贼和大盗都混进了展厅，
各出奇招侦查踩点。此时，油腻的小谢正在游戏厅四处搭讪，碰了几次壁后，无意中看到了那天在缆车的美女。小谢彻底沦陷，疯狂抓拍美女的一颦一笑，并将照片做成巨幅海报拿给美女献殷勤。美女显然并不买账。晚上，老包和道哥不约而同地入住了寺庙边的旅馆，双方之间仅有1墙之隔。他们各自谋划着盗宝计划和护宝计划。一番考量后，道哥几人准备从防守最薄弱的寺庙后墙潜入。行动时，道哥谎称寺庙着火，拨打了119。消防车的鸣笛声吸引了在庙里吃烧烤的老包几人。等他们跑出庙外查看情况时，庙里却突然警铃大作。老包这才惊觉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他迅速带人跑回庙里，黑皮和小军只能仓皇逃离。眼看就要被老包人赃并获，在外望风的道哥察觉不对后拉掉了庙里的电闸，寺庙顿时陷入一片黑暗。黑皮和小军这才得以顺利逃出。这场战役护宝方险胜，两拨人马都回到了旅馆。黑皮和老包在澡堂子偶遇，3言2语变成了熟人。殊不知双方一个是猫，一个是老鼠。翌日，老包和三宝在寺庙外的井盖旁发现了窃贼的痕迹和一截青色的尼龙绳。一通分析后，老包认定窃贼就是寺庙附近那些鬼鬼祟祟的棒棒。棒棒重庆一种古老的职业，换句话说就是街头临时搬运工。在老包看来，白天搬货踩点，晚上便入室行窃，有很高的作案嫌疑。老包和三宝准备出门会一会那群棒棒，意外看到秦经理那台宝马车停在不远处，麦克正靠在车旁大口干饭，时不时瞥一眼庙门。老包以为他是秦经理派来催债的，于是便拉着三宝绕路离开。与此同时，小谢为博红颜一笑，在街头买了一块高仿的翡翠，以拍照为由，在老包眼皮子底下来了个偷天换日。小谢在生日会上喝得烂醉如泥，拿出翡翠戴在了美女脖子上，两人迷迷糊糊拉拉扯扯地走在街上，没成想被黑皮撞了个正着。原来美女就是道哥那位要去香港购物的女朋友。道哥带着黑皮和小军上门捉奸，眼前的景象让他气血上冲，当即就要拿刀砍了小谢。黑皮和小军死死抱住道哥，怒火中烧的道哥将小谢带到卫生间审问。殊不知小军也对嫂子觊觎已久，他看到嫂子脖子上的翡翠后觉得有些眼熟，便摘下来交给了道哥。道哥气不打一处来，认定小谢就是拿这个假东西糊弄了自己女朋友。小谢急忙说这翡翠是真的，道哥却坚持认为对方试图侮辱自己的智商。晚上，黑皮把玩着假的翡翠，好奇地问道哥真的和假的有什么区别。接着他灵光一闪，想到一条以假换真的妙计，道哥觉得十分可行，第一次认可了黑皮的想法。最后，小谢被道哥几人装进行李箱带回了旅馆，途中不知情的老包还帮忙搭了把手。道哥的计划很快开展，就要得手时却被半路杀出的麦克阻拦。与此同时，旅馆里的老包和三宝无意中被锁在了阳台，三宝顺着台子爬到了隔壁道哥几人的房间，有些口渴的他顺走一罐可乐，却意外发现拉环内的5万元大奖。他给老包留下一张纸条，便前往北京兑奖。脱困的老包来到展厅，保安向他汇报刚才的情况。老包仔细观察着展台上的翡翠，发现有明显的移动痕迹，慌了神的老包只感觉头晕目眩。他晕晕乎乎地回到旅馆，发现了三宝留下的那张发大财字条，自然而然将他当成了盗宝潜逃的窃贼。妻子劝老包报警，老包却不忍心将三宝送进监狱，只说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三宝。此时三宝也按照罐子上的地址来到北京，在天安门前吹着冷风，才发觉上了个大当。这天晚上，毛贼和大盗又双双采取了行动。这次麦克在即将得手之际被小军截了胡，小军嘚瑟的拿真翡翠换掉了假翡翠，随后触发警报溜之大吉。麦克费尽吃奶的力气才保全自己没有被老包发现，自己的层层安保措施居然任人来取，老包气得直骂娘。失手的麦克在通风管道里进退不得，黑皮则被困在了下水道，入口压着一尊塑像，出口则停着麦克的宝马车。小军按照麦克手提箱里的号码联系上了冯董，双方很快进行了交易。谁料这颗翡翠却被专家鉴定为 A 货。道哥怒气冲冲地找小谢问清翡翠的来龙去脉，这才得知自己费尽心思拿真的换了假的。道哥恨不得扇自己几巴掌，他让小谢给自己的厂长老爸打电话，叫他拿真翡翠来赎人。然而小谢前科太多，谢厂长一度以为真妮子又编故事来骗钱泡妞，示意根本没有关心这茬。这时候，三宝带着北京烤鸭风尘仆仆地回到旅馆，老包二话不说上前将人暴揍一顿，打到一半被正在反复看监控的同事喊停，几人这才得知偷走翡翠的是小谢。与此同时，冯董和秦经理再次找到老谢，提出合作共赢的建议。老谢到底没能挡住诱惑，欣然接受了提议。老包为了尽快找回翡翠，到派出所报了小谢失踪。就在这时，求助无门的小谢却将电话打到了老包这里。没等老包开口询问，道哥夺过电话和老包约定了一手交翡翠一手交人。一头雾水的老包只能赴约，双方脸上均是视死如归的神情。这个时候，三宝无意中发现小军就是伪造中奖易拉罐的人，他本就厌恶对方上厕所不冲，于是便狠狠揍了对方一顿，新仇旧恨一起结算。此时道哥在路口观察了一会儿，锁定老包后驾车冲上前夺走了他的背包，刚得逞就被路人的开门杀送走。
躺在和黑皮一井盖之隔的路面上领了盒饭。这时三宝打来电话说找到了小谢，老包顾不得道哥匆忙赶回旅馆，小谢和小军被送往派出所。老包拿着失而复得的翡翠总算是安了心，他小心翼翼地将假翡翠放回展台，那枚真的则被他揣进怀里当纪念品。展览会闭幕那天，冯董上台宣布以850万元的高价买下了翡翠，并和谢厂长达成了共同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合作。老包这才听出了其中的意思，原来谢厂长卖了厂里200多号人来换自己的荣华富贵。老包当场抱走掀了台子。展会结束后，冯董怒骂秦经理办事不力，把200万就能搞定的生意花了1000万出去，语气不善地让秦经理哪凉快哪待着。此时麦克终于从通风管道脱身，交警也拖走了压在井盖上的宝马车，黑皮总算重见天日，失败的大盗和窃贼面面相觑，最后各自离开。麦克给秦经理打去电话，秦经理正因为被开除闷闷不乐，根本没有心思理麦克，叫他自己去向冯董交代，便挂断了电话。秦经理不甘心就这样被扫地出门，这些年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见冯董始终不肯松口，索性以自己知道的事为要挟，谁料此举却将他送上了死路。此时麦克得知翡翠被冯董买走，却不知道他就是自己的金主，于是按照使命必达的原则，潜入冯董办公室杀人越货，取走了翡翠。拨通金主电话提交任务时，才发现自己干掉的竟然就是金主。这个杀手显然不太聪明。就在这时，老包带着新买的车登到公司找秦经理赎回驾照，准备离开的麦克和他擦肩而过。老包想起他就是一直守在庙门口帮秦经理追债的人，于是便跟着对方进了电梯。本就心虚的麦克以为老包发现了自己的身份，于是便拔出匕首朝老包挥去。老包迅速反击，和对方扭打在一起。最后老包误打误撞成了永晴国际大盗的英雄，不仅登上了报纸，市里还给他开了表彰大会。然而最让老包感到高兴的不是这些荣誉，而是他终于摆脱了前列腺问题，可以顺畅的排水。影片最后，蓬头垢面的黑皮盯着橱窗里的面包咽口水，这次他的锤子终于派上了用场。黑皮拿着面包一边往嘴里塞一边狂奔，身后的面包店老板却骑着小电驴不疾不徐地追着。这顿饭吃得异常刺激，